這棟建築是位於德國柏林的新國家美術館，被認為是現代主義建築的傑作。也有一部分人不認同。該建築在2015年的时候進行了翻修，主持建築師是普利茨克獎獲得者大衛·齊柏菲爾德，而他最初的設計師更是大名鼎鼎。他就是今天我們要講的現代主義4大師之一，被稱為國際主義建築的標準制定者，將少即是多 ，less is more， weniger is mehr 這個理論發揚光大的包豪斯最後一任校長。既有现代主义经典之作巴塞罗那德国馆，也有和业主闹得不可開交的范斯沃斯住宅。他就是美籍德國建築師路德維希·密斯·凡德羅。1886年，在德國亞琛的一個石匠家庭中誕生了一個嬰兒，父母給他取名叫馬里亞·路德維希·米夏埃爾·密斯，而密斯的童年就在他父親的石匠作坊裡度過，幫着他父親打下手。逐漸長大之後，密斯就在當地的亞琛職業技術學院進行學習，同時也在一家建築公司學習砌磚。而這個學校現在叫做密斯·凡德羅學校。在1904年，密斯加入了由亞琛當地建築師阿爾伯特·施奈德斯創辦的事務所，在這裡面進行繪圖工作，就是繪圖員。當時他參與了蒂茨百貨公司的項目，在晚上和周日階段，他還去亞琛應用技術學院進行學習。密斯參與的這個百貨公司的項目，施工建造的相關事務由柏林的一家建築公司承擔。密斯經常去工地，所以和該公司的一些員工也非常聊得來。而其中一位就建議密斯，如果想發展的话，最好去柏林，畢竟柏林是大城市，是首都。如果想去的話，他也可以幫忙給密斯找份工作。於是密斯也是敢想敢做，就在第2年，他離開了亞琛，前往柏林。而柏林這一段時期是他建築生涯早期非常重要的階段。柏林工作一段時間之後，他就向一位叫布魯諾·保羅的建築師遞交了申請。這位保羅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所推崇的是新客觀主義，這一點也是後來包豪斯思想的來源之一。同時，這位保羅也是後來德意志工藝聯盟的創立者之一。這個德國工藝聯盟也有被翻譯成德意志制造聯盟。於是，密斯就開始和保羅一起共事。而保羅同時也是大學的老師，所以密斯也經常去柏林應用藝術學院和柏林藝術大學進行旁聽。而就在這個過程當中，他結識了後來對他非常重要的里爾夫婦。里爾夫婦呢非常有錢，同時呢也非常熱愛藝術和建築。他就支持在事務所的一些員工，包括密斯，到意大利進行了1個多月的考察和學習。他們正好也想造一個住宅，希望能請一位年輕的建築師來進行設計。最終密斯被選中。那麼在保羅的幫助和支持之下，密斯在1907年獨立完成了他的第1個項目，就是里爾住宅。在接下來的時間裡，密斯和里爾夫婦關係非常的好，也為密斯提供了很多幫助一起聚會，結識一些當地的精英。這對密斯早期的職業生涯非常的重要。在1908年的時候，密斯離開了保羅的事務所，加入了貝倫斯的事務所。這個事務所可以說是大師的打卡地。當時有誰呢？除了密斯之外，還有格羅皮烏斯，還有科布西耶。現代主義4大師除了賴特在美國之外，其他3位都在這裡共事過。這位貝倫斯呢，原先是在德國的中部杜塞爾達姆進行工作活動，在1907年的時候，他才搬到柏林，作為一名獨立設計師。這個貝倫斯不單單是設計建築，室內家具他都有設計。現在德國國會大廈上面這個致德國人民這幾個字，也是他和別人一起參與設計的。所以他當時的政府項目也比較多。貝倫斯自己也是屬於先鋒派或者說先鋒運動的這麼一個人物。密斯在貝倫斯的事務所也接觸到一些新的領域，逐漸參與項目管理。密斯其實話並不是太多，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很多業主都喜歡密斯，甚至覺得和貝倫斯的理念不合，單獨邀請密斯設計。1912年，密斯離開了事務所，前往海牙進行項目設計。在第2年的1913年，密斯回到了柏林，結婚，並開設了自己的事務所。至此，密斯開始獨立做項目。這一個陌生的事務所項目怎麼來呢？里爾夫婦。里爾夫婦為密斯初期介紹了很多項目，也使得密斯不断的成熟成長。這之後，一戰來了，密斯也跟其他德國年輕人一樣參軍，但是他不在前線，被分配到了各個建築公司進行修橋修路工作。到了19年，密斯回到了柏林。之後的幾年，他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他的婚姻陷入危機，可能大家都不想過了，最終協商一致分居。據說密斯在軍隊當中和其他人生了個小孩，而在同年，他覺得自己的名字要改一下，他就想用母親的姓叫Rohl，现在翻譯成羅。那在德國的姓氏當中，一旦有個鳳，就是翻譯成馮，有個馮後面加個姓氏呢，就代表着他的祖上是貴族。馮後面這個姓是貴族的姓。然後密斯就想馮迪爾侯爾，馮德羅密斯馮德羅。但是在當時德國法律規定，如果你不是貴族，不能用馮，因為你這個羅並不是貴族嘛。那搞個諧音梗吧，不能用鳳就用 fan， 密斯就改名叫密斯凡德羅，而這個名字就一直被沿用。接下來的時間，密斯參與了大量的競賽，改名之後他就已經放飛了，所以他的建築在當時的大環境当中是非常標新立異或者說格格不入的。他參與了很多展覽，用的都是鋼結構玻璃，就提出了他的皮骨理論。鋼就是骨骼，而外面的玻璃就是皮，建築就是由皮跟骨組成的。顯然他這個理論在
當時並不被人接受，而那時候他的作品就逐漸開始顯現現代主義的風格。在1923年，他又做了一個別墅，就是位於威斯巴登的萊德住宅，這個跟他第一個作品風格差別就非常大了。在同年，他也被邀請加入德國建築師協會，但是他覺得那裡面都是一些老派老土，自己就拉了一幫人成立了一個叫圓環討論組來討論現代主義。那其他的建築師肯定是看不下去的嘛，於是支持傳統的跟支持現代主義的兩派就吵了起來。而最終在1926年的時候，密斯也退出了德國建築師協會。而在這之前的1924年，密斯加入了德意志制造聯盟。而他退出德國建築師協會之後的1927年，密斯就以德意志制造聯盟副主席的身份，策劃了在斯圖加特的一個展覽。而這個展覽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時期，另一位大人物科布西耶邀請密斯加入國際現代建築協會。雖然密斯的名氣逐步高漲，但他還不是完全的被大眾接受。但是之前在斯圖加特的這個展覽實在太出名，所以在1928年，他就被邀請來設計在巴塞羅那世博會上的德國館，而這個就是現代主義的經典之作——巴塞羅那館。這個建築就比較完整地體現出來了密斯的流動空間和自由布局的理念，結構都是精致的鋼結構柱子，這在當時引起了巨大的反響。而也在那一年，密斯開始設計位於捷克的圖根哈特住宅。上述這兩個項目，相信很多學建築的同學在學生時期都做過模型或畫過平面，而這兩個建築也是密斯在小型建築當中的代表作。時間來到1929年，密斯的財政也出現了困難，而這個時候密斯要開始換賽道了，因為在1930年，他成為了包豪斯的校長，從此開始了他的教學生涯。後面的事情上一期視頻也講過，密斯被迫關閉了德紹的校區，搬到了柏林，而在柏林日子也非常艱難。而這段時期，他的建築理念其實被傳播得非常廣，尤其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國。但是密斯呢，還想在德國做一些掙扎，畢竟是他的家鄉嘛。但是跑來跑去都沒什麼效果。後來他看到了施佩爾的建築，所謂的新古典主義，他覺得他的那一套在德國已經行不通了。而這個時候，美國的哈佛大學和芝加哥阿穆爾學院對他發來了申請，聘請他作為教授去進行教學。後來密斯到美國看了一下，覺得芝加哥這個地方更適合他自己，畢竟芝加哥也是高層建築的故鄉。後來他再次返回德國，最終下定決心於1938年前往美國，並在1944年成為美國公民。至此呢，他就開始了在美國的職業生涯。密斯到了芝加哥之後，逐步恢復教學工作。他採取的教學模式還是跟包豪斯一樣，並且他還邀請了在包豪斯的2位同事來擔任教師。在1939年，密斯成立了自己的事務所，而1年之後，阿穆爾學院和路易斯學院合併，成為現在的伊利諾伊理工學院。而整個學校的新校區由密斯來進行規劃，還有很多建築由密斯來設計。而在這幾年裡，密斯又認識了一位新的朋友，是一位房地產開發商格林沃爾德，而他們2個合作完成了很多棟高層住宅。在1951年的一個項目當中，密斯首次使用了純鋼結構，再加上玻璃幕牆，這就已經逐步形成了他後續的高樓風格。而同樣是在20世紀的40、50年代，密斯的整個設計理念在美國廣為傳播，所以說密斯到美國之後才算是風生水起。1947年，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的建築部主任菲利普·約翰遜為密斯策劃了一場展覽。了解建築的朋友都知道，建築界有一個非常著名的獎項叫普利茨克獎，而這位約翰遜就是首位普利茨克獎獲得者。在1947年的這個作品展非常的成功，而正好密斯有一個朋友想在郊外建一座度假別墅，就委託密斯進行設計。而這位醫生朋友就叫范斯沃斯，而這棟住宅就是之後非常著名的范斯沃斯住宅。但它的最終效果，業主是非常不滿意的。這棟住宅密斯設計了3年，1951年竣工。最知名的就是通透性，整個別墅就衛生間遮擋了一下，其他全是通透的玻璃。密斯可能想极致的展現它通透性、輕盈這種建築狀態，但是對使用者來說毫無隱私可言。最終范斯沃斯是不喜歡這個建築的，而且密斯在最後竣工的時候還要求甲方要支付将近3萬美元的賬單。范斯沃斯當然是拒絕的，因为最初的合同大概就是5萬8美元，而最終的造價是7萬4美元。那2個人就對簿公堂，最終密斯贏得了官司，但是范斯沃斯依舊對這棟建築很不爽，他覺得密斯少即是多，但在他看來少就是少，哪有什麼多。所以雖然這棟建築是現代建築的典範，但是對於使用者來說確實不咋地。雖然情況是這麼個情況，但是范斯沃斯一家還是在假期的時候使用了這棟別墅，用了21年。當然用的是不舒服的，一個是隱私的問題，另外一個還有自然災害，洪水侵襲了這棟建築很多次。在1972年的時候，范斯沃斯把這棟建築賣掉了，後來密斯的孫子進行了修復。這棟建築經過拍賣，現在歸美國國家歷史保護信託所有，現在也成為了當地的地標建築。在高層建築方面，密斯的另一個代表作就是西格拉姆大廈。這棟建築位於紐約，外觀看起來是一棟黑色的高樓，放在當時是非常酷炫的一棟建築。整體的設計由密斯還有約翰遜等一眾設計師完成。密斯主要是建築，而菲利普·約翰遜則進行室內設計。整棟建築非常的昂貴，被稱為建築界中的勞斯萊斯。
在20世紀的60年代，密斯收到了來自西德政府的邀請，為西柏林設置一座新的國家美術館。那在這個時候，密斯的身體狀況其實並不是很好了，已經。不過他還是多次前往西柏林進行場地考察，最終設計了開頭提到的新國家美術館。整體也是看起來非常酷的黑色，大面積的落地玻璃。這一圈就是這樣，簡簡單單。現在裡面還放了密斯設計的經典的椅子，整體是一個非常大的開闊的空間，所以布展的時候非常靈活。這棟建築是在1968年開幕，但是密斯由於身體狀況的原因，並沒有出席開幕式。而在第二年的1969年，密斯就去世了。這個新國家美術館被稱為現代主義的傑作。作為一個用於展覽的建築，它的功能幾乎不受限制，因為就是一個大的空間。這也是密斯的建築理念極致的體現。材料這裡也說明了，密斯在整個現代建築發展當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不管是包豪斯理念的傳播，再加上他自己的設計風格，現代主義、國際主義，讓整個建築界的思想大解放，更加注重實用性。不過，隨着建築思潮的发展，很多人也批評它太枯燥。再提到之前那個柏林新國家美術館，感覺就是一個空間上面加了一個頂，其他好像沒什麼。而後現代主義的建築師更是把它作為重點批判對象。密斯在整個職業生涯當中，既有推動建築發展的一面，當然也有後來太過於極致、太過於純粹的一面。不過在现代建築發展當中，密斯有着他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的作品和理念放到現在不一定完全的对、完全的適用，但是依舊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和借鉴意義。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下期再見。